移動大樓最麻煩的情況，不一定是有人根本就不會做，有時候圖面都已經出了，現場也照做了，等到設備真的要裝上去，才發現位置根本就對不起來。奇怪的是，回頭去看，每一個人可能都會說，我負責的部分已經做完啦，那為什麼每一段看起來都做了，放在一起卻還是接不起來？因為工程真正困難的，從來不只是把工作分出去，而是分出去了以後，還要有人能夠確定他們最後可以接得回來。大家好，我是 Engineer 蔡，今天我們就來看一項工程是怎麼樣一路交到現場，又怎麼避免大家各做各的。開場那一種每一段都做了，最後卻接不起來的問題，通常不是等施工之後才突然出現，它可能在最前面就已經埋下去了。因為工程的一開始，業主通常講的不是管線怎麼走，而是這棟大樓以後要怎麼做使用。例如說，這一層準備做辦公空間，需要讓人在裡面正常的工作。光講到這裡啊，現場還是沒有辦法做，因為很多的細節還沒有真正的定下來。這個就是設計端的工作，建築師會整合建築和空間，而電氣之類設備的工程，到了法規規定的範圍，也會由專業的技師來負責設計和監造。有些案子是設計完成後再發包，也有設計跟施工放在同一個統包團隊裡面的做法。但不管是哪一種，工程真正開始往下分以前，都必須要先回答一件事情，也就是最後到底要做成什麼樣子。圖面和規範就是拿來把這件事情講清楚的，後面的人就不用靠猜，也不能夠只憑印象去做。當現場發現位置對不上的時候，也可以先回頭確認，現在大家依據的到底是哪一份的資料。到這裡，業主原本對大樓的想法才算變成可以拿去估價、發包和施工的工程內容。下一步才是把這些工作分到不同的公司手上。圖面整理完成之後，下一步就是找人把它做出來。公共工程有一套採購的程序，私人的案件做法呢就會相對的自由。不過最後都會回到一件事，雙方要用契約講清楚這家公司到底接下了哪些工作。大型建築裡通常會由營造廠來接下整體施工，如果是採用統包，那設計和施工的安排則會放在同一個團隊裡面。但有一件事情很容易被搞混，建築師和監造並不是營造廠底下負責畫圖的人，業主委托設計是一條線，另外找廠商施工又是另外一條線，兩邊會根據同一道的圖面和工程要求來做事，但角色卻不一樣。營造廠接下整體施工之後，也不代表所有東西都由同一批人完成，像電氣之類的專業工作，通常還會再交給有資格的電氣或機電公司處理。案子比較小的時候，也有可能由一家的水電工程行直接承接，而真正要抓住的並不是公司的名稱，而是責任要怎麼劃分，哪一家公司接下這一包，就要對這一包最後能不能夠交出結果負責。工作可以依規定再分出一部分，交給其他合格的廠商去執行，但是不能夠整包丟出去，就當成和自己沒有關係。所以到這一層，工程只是從整棟大樓要做成什麼，變成哪一家公司的工作。至於今天要做哪一層，派哪一組人進場，還要等到工程真正進到現場之後，才會繼續往下拆。前面講的是公司通過契約來接下一份工程，但公司接下來的範圍跟工班今天能夠做的範圍通常還差得很遠。假設一家電氣公司可能接了一棟建築裡的電氣工程，契約可能涵蓋了很大的區域，可是到了現場，不是拿着這一份契約就可以從頭到尾隨便找地方做，因為工地每天都在改變，有些地方前面的工作還沒有完，電氣進去了你也做不了，已經整理好的區域才會按照現場的進度去交出來做施工，所以总包現場端會先進行協調，接下來哪一個地方可以進場，等這個範圍確認了，電氣公司才會安排工班過去。這個時候，公司原本接下的一大包工程，就先縮成眼前可以施工的工作面。不過，排工作面跟派人進去是兩件不同的事。總包主要處理的是現場什麼時候交出來，讓不同的工種不要全部都卡在一起。至於這一塊工作要派哪一組人，通常是由接下工程的公司自己安排，而現場常講的工班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同一種關係，有可能是公司自己長期配合的人，也有可能是另外承接部分工程的团隊。實際上由誰管理，還是要看契約和僱傭的關係。
工作面確定之後，接下來才會真的分到人，哪一組人進場，今天各自負責到哪裡，通常由承揽商這邊代班的人去安排。他會看現場目前開放的範圍，再看手上的人怎麼分配，把工作分下去。至於怎麼交代，每一家的公司都不太一樣，有些會直接標在圖面或群組裡，也有很多時候就是進場前當面講清楚，今天把這一區做到這裡，現場如果對不上啊，就先停下來回報，收工之前再把進度交代清楚。到了這一步，公司接下的工程才會真的變成某一組人今天要完成的工作。不過派工不是只要講一句你今天去那邊做就結束，真正動手以前，至少要讓現場的人知道工作做到哪裡算完成，碰到問題的時候又該先找誰。職安署的營造工程風險評估指引也會把一項工程繼續拆到實際的作業和操作步驟，勤前教育的記錄裡面也會留下當天進行的作業跟參與的人員。這個是安全管理文件，並不是全台工地都在使用的制式派工單，但是它要表達的一個重點是安全不能夠只停留在今天有人進場，而是你要知道他實際準備做什麼。這裡也要把兩種管理分開，專案端可以決定哪一塊的工作面現在能不能進，並且協調各家廠商的施工時間。但是進場之後，承攬商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人，今天派誰，現場怎麼搭配，原則上不會由外面的單位直接越過承攬商逐一的指揮。所以前面一層決定的是現在輪到哪裡，到了這一層才決定了這一塊由誰完成。如果契約上寫的是承攬，實際上卻連人怎麼排、幾點工作、現場怎麼做都被另一方直接控制，那法律上到底算不算真正的承攬，就不能夠只看契約的名稱。這也是為什麼工作面安排跟人員派工必須要分開來看的原因。工作做完了，還不能夠直接交出去，工班通常要自己先看一次，確認現場做出來的東西沒有問題，之後再照這個工程的查驗方式交給工程端或是監造端做確認。如果有哪裡沒有對上，就必須要退回來做修正。處理完成之後，還要再回去看一次。所以工程往下分到個人手上之後，結果還是會一路往上再交回去。現在回到開場，假設管線跟出線的位置都已經做完，等到設備真的要裝上去，才發現位置對不上。現場的師傅可能一看就知道要怎麼移，而實際的施工也花不了多少的時間。但問題不在於它會不會改，問題是這個位置能不能改。因為一個位置畫在圖上，後面通常有人要照着它安裝，也可能牽涉到原本已經確認過的使用方式。所以現場發現不對，第一步並不能夠直接憑着經驗直接處理，而是要先停下來，把問題給講清楚，施工的人先回報給代班的人，再由工程端去確認目前使用的是哪一版的圖，以及這件事情能不能夠直接在現場決定。如果原本就有人被授權處理這一類的調整，那確認之後就可以繼續施作，而超出了現場能決定的範圍，才需要往設計和監造那邊確認。重點不是每一個小問題都要一路的問到最上面，而是最後決定的那一個人必須真的有這個權限，而確認過的結果啊，也必須要留下記錄，不然等過一陣子有人在問為什麼會改到這裡，現場就只剩下一句那個時候有人說可以，根本就沒有辦法追。這裡最容易混在一起的是，施工的人有責任把問題給看出來，也有責任先停下来，但是他會施工不代表他可以直接替这整個工程改圖。工程師也是一樣，現場有人叫工程師，不代表任何一件事都能夠一句話決定，還是要看這件事情落在誰的責任裡。所以一項工程不能夠只是不斷的去往下派，工作會一路的分到現場，做完的結果還有中途發現的問題，也要能夠沿着原本的管理方式給送回去。少了這一段，大家手上的進度看起來都是在往前的，但最後啊，卻可能留下一堆沒有人說得清楚的修改。現在我們把整條線放回同一張圖，就比較容易看懂了。一開始業主講的是這一棟建築以後要怎麼做使用，到了設計端，這些想法會被整理成後面可以照着做的資料，而施工發包以後，每一家公司拿到的是自己答应要完成的範圍，等工程真正進到現場，這份範圍還會隨着施工的進度來縮小，最後才會變成工班和個人當天能夠動手的工作。所以同一份的工作，站在不同的位置看，說法會完全不一樣。公司看的是這一包最後有沒有交出來，現場管理的人最在意的是現在輪到哪裡做，前後的工作能不能夠接得上。到了施工的人手上，問題就更加直接，今天要做到哪裡，
做完之後要交給誰。這些人講的事情看起來都不一樣，但最後其實都是在對同一個結果做負責。也正因為每一個人只看到其中的一段，工程才需要由圖面、進度安排和檢查記錄把中間斷掉的部分給接起來，不然很容易就出現一個狀況，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做完了，結果最後要組在一起的時候，才發現彼此對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件事。工程規模比較小的時候，中間很多角色都會疊在一起。例如說一般修繕，屋主可能直接找一家水電行，從確認需求到施工完成，全部都由同一個人處理，看起來好像少了很多層，但是他還是必須要先弄清楚要做什麼，還有確認做完之後能不能夠正常使用。所以角色可以變少，但這一條邏輯並不會消失。所以一棟大樓能夠蓋起來，靠的不是某一個人把全部的事情都看懂，工程會一路的往下拆，最後變成現場今天能夠完成的一小段。但是工作分出去之後，也不能夠就此消失，做完的結果要交回來確認，現場發現不對，也要讓真正有權處理的人知道。看懂了這條工作鏈，也不是讓你去背下工地所有的職稱，真正有用的是你會知道手上的工作從哪裡來，做到什麼程度才算完成，真正碰到問題時也知道先找誰處理。如果這一集有讓你看懂一項工程是怎麼從大範圍一直走到現場，麻煩幫我按讚訂閱，也歡迎你留言告訴我，有沒有碰過大家都說自己做完了，最後的結果卻對不上的狀況。下一集我們就回到一盞燈，同一盞燈為什麼在樓梯上下都能夠控制？如果把人手操作換成感应器，甚至改成手機控制，原本的回路又會怎麼變？我是很認真的菜，帶你看懂電工世界。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